你以为你是谁呀？国民党的中常委啊，有用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你真是！王耀武，你不要以为毛主席说过你几句好话，你就跟我们不一样。呸！你还是战犯王耀武。这是王耀武与康泽互对的名场面。原来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功德林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志愿军必败的时候，志愿军却用实力证明他们是地表最强的陆军。频频胜利的捷报通过报纸广播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功德林的众战犯面对志愿军的节节胜利，也发生了重大的思想改变，纷纷调转枪口瞄准了美军。以杜聿明、王耀武为首的10几位战区司令组成了一个研究美军的情报小组，专门负责分析美军的作战特点和作战习惯，并做成报告，随时提交给我党中央作为情报参考。而以沈醉、郑廷吉为首的武将则负责为志愿军炒面粉，提供后勤补给。正当所有人都忙得热火朝天时，康泽不请自来进入到了阅览室，但他站在门口半天却无一人搭理，更别说邀请他加入分析美军的情报小组了，让他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常委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随后便愤愤不平地摔门而去。哎，这是谁呀？像是康泽，他来干什么？是好奇吧？哎，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阴阳怪气的，别理他。在阅览室吃了闭门羹的康泽转头就来到了炒面粉的现场，看他走路的样子就像是领导在巡视员工，也怪不得王耀武他们不喜欢他，这都进功德林了还以为自己还是国民党的中常委。没吃过炒面粉的他随手就拿了一撮放进嘴里尝了一下味道，可还没咽下去就给吐出来了。哎呀，别浪费呀！怎么不做成馒头呢？馒头的体积和重量多大呀？而且容易发霉变质。我说你是真没打过仗啊？真的。到处碰壁的康泽只能灰溜溜地来到井边洗起了衣服，恰巧此时碰见了同样在洗衣服的廖耀湘，两人没聊几句，康泽便主动谈起了抗美援朝的事情。我听说王耀武、杜聿明他们正在分析美军的材料，你是远征军的，对美军的情况应该更为熟悉，更为了解，你怎么没参加呀？哎，他们找我了，是我自己没想参加。在抗日前后，你跟美军也没少打交道，他们没找你吗？廖耀湘这么问，瞬间让康泽的脸面挂不住了，只能尴尬说出王耀武没找他的事实。我明白了，你是出了名的大特务，人家躲你还来不及呢，哪有人敢找你呀？哼，你胡说什么呢？谁是大特务？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啊。廖耀湘随便一说就让康泽破防了，那要是专门说还不得把康泽气死。虽然复兴社是康泽创立的，他也是老蒋的13太保之一，说是特务也是事实，但他并不想让别人这么说，因为在功德林特务身份是最低的，也是最让人看不起的。而他被俘时是国民党第15绥靖区的中将司令，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军事系统的俘虏，而不是像周养浩他们那样是个特工系统的俘虏。为了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在第二天早饭过后，他拉下脸皮来到饭堂，找到正在做卫生的王耀武，希望王耀武能让他也加入到分析美军写材料的队伍当中。但王耀武却支支吾吾，不想正面回答，说要回去跟杜聿明他们商量一下，等他们同意了才行。但康泽依旧不依不饶。哎，还用跟他们说了？你说了不就算数？我说了怎么能算数呢？大伙都是在搞正事，当然是大伙说了算。康泽一看，这不是摆明了不想让他加入吗？还找什么借口说商量？随后怒气嘎的一下就上来了，开始质问王耀武，你们大家是不是都在故意躲着我？王耀武见康泽都已经开门见山了，随即也不再遮遮掩掩，开始跟康泽互对了起来。你以为你是谁呀？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你真是！也怪不得王耀武说话难听。在抗美援朝刚开打的时候，王耀武劝黄维不要再抱有老蒋重回大陆的幻想，没想到却被旁边的康泽跳出来羞辱。王耀武，你是带过几十万军队的将军，放我们出去，就等于是放我们回山，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这一辈子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功德林吧。正所谓因果有轮回，现在轮到王耀武找到机会了，康泽这不是送上门来找骂吗？我悔什么罪呀？我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次陈赓都说了，以前那叫各为其主。小点声！他们了解美军，我不了解吗？我写的不比他们差。这个发这么大火的人，就是喜欢研究永动机的黄维。
进入功德林后，依然不改顽固的脾气，处处表现出抗拒改造的态度。为此，在为抗美援朝撰写分析美军作战特点的研究小组中，杜聿明几人就没有喊黄维加入，这让爱面子的黄维实在受不了。毕竟他曾经也是一个兵团级的司令，跟美军也有过很多接触，没想到这样的工作小组竟然没有他的份。当他去伙房询问宋希濂时，宋希濂也拿出了王耀武对付康泽的办法，说他们就是聚在一起瞎聊，什么也没写，摆明就是不想让他加入，气得黄维甩下围裙夺门而去。老黄，你这是又生谁的气了？王耀武、宋希濂他们在写一种报告，是关于美军作战特点的，这事你知道吗？功德林里谁不知道这事儿啊？所里头还专门给他们几个提供了场所。那他们为什么叫我？他们比我高明吗？黄维这样问，让爱搞事情的刘安国看到了机会。他表示，你是功德林里人尽皆知的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到现在为止还跟康泽他们几个一样，始终坚持着反动立场，拒绝向政府悔罪认罪，跟王耀武他们这些积极分子格格不入，他们肯定是要排斥你呀。刘安国这样的话瞬间让黄维火冒三丈，并表示既然不要他加入，那他就自己写，到时候看谁写得好。说干就干。回到宿舍后，黄维立马带上材料来到教室做起了研究，但他反常的行为又被同在教室的徐元举、周养浩几人发现，并主动的凑了上来询问黄维是不是也在写研究美军作战特点的材料。谁说我在写那种材料？行啦，题目不都在这写着呢吗？装什么呀？你们这些特务为什么总喜欢盯着别人？话不能这么说吧，没有我们，你能爬到兵团司令这个位置啊？面对两人的冷嘲热讽，黄维回对表示，如果解放战争时期不是你们这几个无能的家伙到处谎报军情，我们还真不一定住进功德林。随后便直接下了逐客令，你们给我滚！滚！写完材料的黄维转头就来到了所长办公室，可不巧的是，王英光刚好到部里面开会，他只能把材料交给副所长胡大树。写的还不错，只不过呀，这时间有点晚了。目前朝鲜战场已经趋于稳定了，对面的敌人呢，我们志愿军已经非常了解，很熟悉了，不像刚到朝鲜的时候了。所以呢，你这个材料呢，拿回去，留个纪念品。黄维是多希望能像杜聿明、王耀武一样得到上级的认可和表扬，但这个副所长从进入功德林开始就对黄维的顽固思想很有意见，所以即便黄维的材料写得不错，他也不想给黄维任何机会。最终，黄维只能带着失望离开了办公室。走回宿舍的路上，黄维心里是五味杂陈。他看了看自己写的厚厚一沓材料，又望向瞭望塔上的卫兵，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而这个小丑还是他自己拿起画笔给自己画上的妆容。羞愧夹杂着愤怒的心情让他一气之下将手里的材料全部撕碎抛洒在空中，而他的行为正好被坐在操场上休息的周养浩几人发现。刚才副所长不还照见他的吗？干嘛呢这是？肯定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嘴。行了，少说两句，小心让你做警察。我去看看。这群特务每天除了想窥探别人的隐私，什么都不想做。周养浩麻溜的去把黄维丢弃的碎纸捡了起来，沈醉和徐元举则负责给他把风。很快，周养浩就揣着一兜的碎纸往回跑，但他鬼鬼祟祟的行为还是被正在干活的叶立三几人发现了。郑远浩，干嘛呢？没干什么，有事儿吗？你个特务！骂谁呢？你们如果不是特务，干嘛干这种事情？我们是国民党特务，你们几个是功德林的特务。你说什么？两人谁也不服谁，即将打起来的时候，副所长胡大树赶了过来，双方才结束这场闹剧。但胡大树也不是傻子，他看出了周养浩兜里装了东西，在他的严令下，周养浩不得不掏出兜里捡来的碎纸。而与此同时，回到宿舍的黄维自顾自地收拾起了衣服。此时的他是多么想离开这个伤心地，但功德林这座牢笼是他一生都无法主动逾越的天堑，正挺起来叫他一起去干活，可他哪里还有干活的心情？你到底怎么了？我浇的水长不出好白菜。长不出好白菜？你老兄这话呀，太深刻，我听不明白。我浇的是坏水，杜聿明、王耀武、陈瑞章他们浇的是好水，他们浇的好水能长出好白菜，我浇的坏水长不出好白菜。
最终郑廷吉只能无奈地任由黄伟耍着性子，独自一个人提着水桶离开了房间。